男人去医院割了2个蛋后，才发现割错了，癌细胞还是扩散到全身。可他知道后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攥着老婆留给自己的平安符，大笑起来。因为男人觉得只有这种断子绝孙的死法，才能安抚一下自己妻子的亡魂。可再次睁眼，你看到的却是老家粘在窗户上那落满了灰尘的喜字。随后你飞快地在屋里屋外找了一圈，就见一丝不挂的周瑶蜷缩在土炕上。此刻他那一双大眼睛里透着死寂，原本白皙无瑕的身上也带着纵横交错的青紫。而再次看到让你魂牵梦绕了大半辈子的女人，你马上变得激动起来，随即上前一把将她拥入了怀里。有太多的愧疚和思念要说，不过在这一刻都堵在了喉咙里，然后委屈地哭泣起来。前世你设计让周瑶掉进了水库里，导致村里人都看到了她衣衫不整被你救了的样子。为了名声，她被迫嫁给你。可周瑶自打进了家门，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。在你无休止的家暴中，她抱着孩子跳水库自尽，直到大舅哥将母女2人的尸身从河里捞起来时，你才幡然醒悟。此后你虽借助时代的风口赚了10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，可用生命教会自己成长的女已经不在了。就在你沉浸在重生后的喜悦时，突然传来凄厉的哭喊声。此刻看着周瑶浑身哆嗦的样子，你才想起这回周瑶是从娘家借钱给孩子买米糊，却被你抢走拿去买酒喝，更是喝醉回家后在床上粗暴地折磨他。想到这，你扬手狠狠地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，很快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周瑶静静看着你的举动，忍不住讽刺一笑。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回了，毕竟每次酒醒后你都会下跪求原谅。可过不了2天，你的拳脚会再次落在周瑶的身上。他可以屈辱地忍受你在床上的折磨，但却忍受不了娃娃饿得没东西吃，娃娃虚弱的啼哭声，引得周瑶漂亮的凤眸中有了一丝生机。他慌乱地披上衣服抱起女儿，只是因为周瑶长期营养不良，导致吸不出奶水的小家伙又嗷嗷大哭了起来，而女儿的哭声也将你惊醒，立即下床捡起地上的衣服。媳妇儿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咱妞弄点吃的。说着，你迈着大长腿往村头的小卖部跑。小卖部的老黄头看到你后，呲着大黄牙问道：“这次要啥酒？”黄老叔，赊去袋米糊成不？钱明天就给你。老黄头听你又要赊账，打量起你脸上红肿的巴掌印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从货架上给你拿了袋米糊。你感激的到了谢后，匆匆往家里赶。等来到屋内，见到自己老婆还是出门时那样，你心里再次忍不住一阵绞痛。媳妇儿，米糊买回来了。我警告你，不准卖我女儿，否则我诅咒你张家断子绝孙！看到这一幕，你将愣在原地，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原本你是想把女儿卖给镇里的一家夫妇，换钱买酒喝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混蛋事？难怪前世会死于睾丸癌，真是活该。于是你将手里的米糊放在破旧的小床上。我发誓绝不会卖咱妞的，明天我就去镇上找活干。说完，你就转身走了出去。来到外面，你狠狠地又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周瑶就是在这个月抱着女儿跳了水库。一想到这里，你就浑身战栗。眼看天色已晚，家里已经断粮。20分钟后，你来到后山的山脚下，随即抽出裤衩子上的松紧带，做了个弹弓。啪！你打出一颗石子，一只斑鸠扇动翅膀飞起来。上辈子你发达之后，就爱上了射击这项运动，也玩过一段时间的弹弓。蹲在草地里小半天，总算是拿网兜照了只山鸡，又用弹弓打了几只斑鸠。斑鸠很小，4只加起来也不过1-2斤，倒是那只山鸡有5斤那么肥。你把这些东西拿藤条绑起来，挂在树枝上。准备挑着回家时，却突然发现背后一清东西不见了。你顿时吓出一身绿毛汗，这是碰见鬼了。忽然，你看见挂在胸口的平安符有光闪过，这是前世媳妇一直贴身带着的东，不是玉石也不是塑料。直到她跳河自杀，才摘下来扔在了水库边上。等你仔细看，护身符的光又不见了，便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。下一秒，你进入了一个空间，只看面积的话，还没有你的病房大。反复试验几次后，你才明白，捏着护身符就能进去，脑子里想出去就能出去了。有了这金手指，你便能在这一世东山再起。回家的路上，很多人家都用上了电，自己家还点着洋油灯。自然灾害最苦那几年都过去了，居然还能吃了上顿。没下顿，你拎着东西直接进了厨房。在天完全黑下来后，你端着一大海碗的斑鸠汤进了堂屋。瑶瑶吃饭了，我做了斑鸠汤给你下奶。连喊3遍，周瑶才缓缓从里屋走出来。瞧见桌上大海碗里盛着的斑鸠汤时，他并未急着靠近，只是站在原地，眼神中满是恨意。此刻，你看着自己媳妇一身补丁的穿着，心里又泛起一阵酸楚。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周瑶的容貌却显得格外出众，可自己就是个混球，把人家搞到手又不珍惜。眼下见他满心戒备，虽渴望跟他坐下来同桌共食，但也明白自己在这里，他肯定是不会动筷子。我去厨房吃。说完，你转身走了出去，而周瑶僵立在原地，望着那装满斑鸠肉汤的大海碗，心中涌起了不真实的感觉。这是在做梦吧？还是说这是断头饭？以往家里但凡有口吃的，你都紧着自己吃饱，而他只能喝点刷锅水。所以此刻虽然饥肠辘辘，但周瑶不敢轻易下口。直到走出屋门，见你蹲在窗户下喝汤，厨房门口上还挂着一只大野鸡，猜测你应该是上山打野货去了。周瑶这才掉头回了堂屋，端起碗吃了起来。等吃完饭后，你又在自己老婆警惕的目光下，包揽了碗筷清洗工作。自己之前是个懒汉，这可能是在这个家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干家务。忙完这些，想到白天自己干的混蛋事，便又去烧了一锅热水端进屋。青青，你用这水擦擦身子。说完放下盆子，转身匆匆离去，坐在门口。过了许久，屋内才传来细微的哗哗水声，而你则是抬头仰望星空，盘算着明天得找个挣钱的门路，尽快改善一下家里的这种状况。现在已经入秋，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滴水成冰，老婆跟孩子都需要添置棉衣，否则这个冬天老婆和孩子可抗不过去。听到水声停止后，你才起身走进屋内，见你突然出现，吓得周瑶侧身连连往后躲。你别过来！
看到这一幕，你暗骂自己之前太畜生，也清楚他的心结一时半会解不开，于是你语气温和地提醒着媳妇儿，我只是进来端水出去。说完，你端起地上的水，迈步往外走去。周瑶也不理会你，见你一出门便迅速穿好了衣服。院子里，你就着老婆用过的热水，简单冲洗了一下。毕竟为了补那几只斑鸠，你在草丛里趴了许久。洗完后，你便在门槛上坐了下来，回想着前世的经历。有段时间，几个外地人总想进山采东西，他们怕迷路，找到了无所事事的你带路。当时的自己，全当这几个城里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见多了他们的操作，也知道怎么采那些野石斛。现在自己完全可以去挖来售卖。想到这，你瞬间来了精神，绑了个火把，准备好了一些不算专业的工具，便冲屋里说道：“甜甜，锁好门，我出去一趟。”你这一出去就是一宿，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家。说起来也是运气好，下山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果子狸窝，掏出了几只还没睁眼的小果子狸，回到家里利索的处理好，留了一只放在厨房后，就挑着2箩筐来到镇上。镇上逢单日子有急事，你找了个人多的地方，把果子狸的肉和皮从箩筐里取出来。小伙子，山货不错呀！你原本想着卖不出去，就拿回去一锅炖了，给大哥、二哥、三姐家分一些。没想到刚买好东西，就有人询问果子狸肉的价格。老头和老太太见你一个大小伙，晒得黑黢黢的，一看就是山里人，加上价格实惠，一口气要了2只。这年代吃肉还要肉票，就只有这种山货可以买了。回去给小孙子打打牙皂。临走，老太太还揪着老头衣服示意他，顺带包下了所有果子狸皮，说是给家里的小孙子做手套。就这样，不到2小时的时间，果子狸已经全部卖了出去。随后，你带着昨天采来的大货，去到镇上的老字号药房。当你拿出东西时，顶着厚重玻璃片的老头眼睛都看直了，小心翼翼地接过大货，仔细地端详一番，随即伸出手比了个价格。小兄弟，这个价。你看到他开的价格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这人把自己当山里的乡巴佬坑。于是你伸手就准备收回自己的东西，见状老头伸手按住你，随即摸着山羊胡子安抚道：“小兄弟，价钱不满意，咱可以再商量嘛。6张大坏子，不能再高了。”这个大货虽被自己不慎踩断，但其价值也远不止这个价。但谁让自己急着用钱，媳妇和孩子还在家里饿肚子。思索片刻，你决定卖，然后去买了肉和面，跑了2家供销社，才买到这个年代稀罕的奶粉。临回去的时候，想到了媳妇昨天身上那套打着补丁的旧衣服，便走进了镇上唯一的那家小型国营商场。回去的路上，你拐了个弯去找了个70多岁的老猎户，给了人家一堆吃的，才把老猎户金贵到不行的猎枪给换走了。这年代吃肉要票，要实现吃肉自由，还是需要自己动手。快到家时，这才发现背着孩子的周瑶在地里干活，而大哥赵振兴看到自己走了过来，顿时就火冒三丈：“你又死哪儿去了？让你媳妇儿自己下地干活！”看着眼前的大哥，你鼻头一酸：“我去镇上干活了，顺便买了点肉和面回来。晚上你带嫂子跟孩子来家里吃饭。”听到这话，大哥用怀疑的目光将你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瞧着裤腿子上的泥点子，又看了看箩筐里装的满当当的。恁嫂子中午才蒸了一锅玉米面馒头，待会儿让你媳妇儿拿回去几个，我们就不过去吃了。往后好好对弟妹。于是你也没再说什么，点了点头后，背着东西回了家。想要哄好媳妇，就必须先哄好她的胃。就这么，你在厨房开始忙碌起来。等天快黑的时候，周瑶揣着几个玉米面馒头回了家，只是刚走进院子，就闻到厨房的肉香味。于是他赶紧来到厨房门口，就见你正站在简陋的灶台前忙活。而周瑶忙了一天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再把玉米面馒头放好后，就进了卧室，将熟睡中的娃放在小床上。只是一扭头，看到桌上放着一罐奶粉，周瑶顿时血液涌上了大脑，跑进厨房，扬手就给了你一个巴掌。你是不是又跑去逼我妈给你钱了？你怎么这么混账？被媳妇突然提起这档子时，你才渐渐想起自己这个混球之前确实拿刀威胁过丈母娘要钱。于是你连忙开口否认道：“我没有，钱都是我今天赚到的。”说着连忙将手伸向裤裆。看到这一幕，周瑶更是生气，随即他上前又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想着那事？连续挨了2巴掌，把你打得哭笑不得。见周瑶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你赶忙掏出放在裤裆里的5张大团结。媳妇儿，这是我今天赚的钱，你收下。周瑶看到被硬塞到手里的那几张大团结，她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看到媳妇要摔跤，你伸手想扶，结果却被周瑶狠狠地打掉。她怎么也不敢信，你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一天功夫能挣回这么多钱。他在外面干了些啥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这可咋整？日子是真没法过。你瞅见周瑶压根不信自己的话，差点就给她跪下了。我昨晚上山采了野石斛，又碰巧遇上个果子狸窝，那些东西换了6张大婚结，我花了1张买粮食，现在就剩下这些了。一听到石斛，周瑶的眼神才有了点神。北有人参，南有石斛，那玩意儿药用价值高，能卖钱，可都长在深山里，难找得很。更何况是大黑天的。可仔细一想，早上起来水井边上确实有血渍，锅里还炖着果子狸肉呢。难道真是自己错怪他了？可他咋就认识石斛呢？在周瑶的注视下，你举起右手发誓：“我真没干坏事，要不然我断子绝孙。”见媳妇呼吸平稳了些，眼神也没那么凶了，心里松了口气。瑶瑶，你赶紧把钱收好，我去给大哥家送点肉，让他们也尝尝鲜。虽然钱藏空间里更安全，但给媳妇交钱那就是交家权。随后你端起一盘爆炒果子狸肉，还有炖好的鲫鱼豆腐汤放到堂屋桌上，然后又回厨房盛了满满1碗肉，朝大哥家走去。路上还把欠老黄头的米糊钱和之前的酒钱得还了。而周瑶则是瞅着手里的大团结，匆匆回了屋。嫁过来2年多，向来都是你从他那搜刮钱财，这还是你头一回主动交钱。于是他把钱拆了5份，分别藏了起来。弄好这些，听到外面传来沉稳的脚步声，他从屋里走出来，瞅着桌上冒着热气的一菜一汤，一时有点恍惚，随即又去厨房瞅了一眼，面刚满了大半，油罐子也满了。
房梁上还挂着一条10几斤重的五花肉。他真的改了吗？此时周瑶不敢确定，毕竟狗改不了吃屎。见周瑶坐下，你便往他碗里加了只山鸡腿。我明天一早就上山，趁着冬天还没到，赶紧把能挖到石斛的地方都踩一遍。毕竟目前这是来钱最快的法子。等全国放开了，好拿着钱去投资别的。听到你的话，周瑶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啥也没说。昨晚他就算是走了狗屎运，踩到一颗石斛，哪能回回都那么走运？周瑶本想提醒你，真想挣钱就找份工作，一天虽然就几毛钱，但总比没收入强。可一想到你的性子，只要不出去乱赌喝酒，也就随你去了。他拿着筷子想把碗里的山鸡腿夹回去，你见他这样，赶紧拿孩子当借口制止。媳妇儿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儿，不然孩子都没奶喝。奶粉再好也比不上母乳，而且奶粉又贵又不好买，这叫鲫鱼豆腐汤。喝了下色。这话惹得周瑶瞪了你一眼，握着筷子的手骨节泛白，但也没再拒绝。今天你折腾了一天一夜，又困又累，家里的生计问题总算解决了。填饱肚子后，便直接说道：“媳妇儿，我先睡了。”说着起身弯腰进了里屋，倒头就睡着了。等周瑶洗完碗快回屋，看到地上你脱掉的衣服，眉头一皱，然后捡起来，趁着月色把衣服洗了。忙完后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卧室，脚下一不留神踢到了箔筐。周瑶拾起来一看，竟是一套崭新的女人衣服和3套婴儿穿的小衣服。于是他盯着已沉睡的你看了好一会。这个人我有点看不懂了。你这一觉睡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，夜里头闺女醒了2回，愣是没把你给闹醒，一直到清早你才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，翻过身，瞅见周瑶蜷缩着身体背对着自己。此时她只穿了件破旧的小背心，看得你直冒唾沫星子。毕竟上辈子周瑶死后，自己再未找过女人，于是伸手把人揽入怀中，这一切就跟做梦似的那么不真实。刚想低头亲一口时，怀里的媳妇身子突然就僵了，明显很抗拒自己的接触。于是你强压下心中的苦涩，翻身下了床。这段时间只能先委屈一下。从晾衣绳上取下洗干净的衣服，你也顾不上没干，就麻溜的套上，然后蹑手蹑脚的将箩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。这时候床上的周瑶坐了起来，冷脸冲着你说：“你要是真的想改，就找个活干，只要肯出力，1个月也有10几块钱，咱家日子也能过得去。”听到媳妇主动跟自己说话，你心中一喜，知道是周瑶在为自己考虑。可老天给了你重活一世的机会，自己必须得在全面放开的时候攒够启动资金。上一世他们母女走后，你宛如丧家犬似的在外面流浪了一些日子，后来遇见了贵人，才有机会在国营商店做服务生。因为嘴甜会说话，渐渐被提拔做了经理，也因此才有机会跨阶层接触那些大人物。这辈子自己要靠着双手尽快挣到第一桶金，所以打猎采石斛是现在最快的挣钱方式。更关键的是，自己现在拥有上辈子的记忆，知道在哪些地方有石斛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可能放过？只是目前不知道怎么跟媳妇解释，为啥要坚持上山采石斛？周瑶见你迟迟不吭声，知道这人驴脾气上来了，索性拉起被子又躺下。厨房灶台的锅里还有给你留的玉米面馒头。听到他的话，你剑眉一挑，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喜，随即来到床前，在周瑶的脸蛋上亲了一口。媳妇儿，我昨天跟咱大哥讲好了，你今天不用去给他们搭把手了，厨房的猪肉得空了就给俺丈母娘送一半过去。而周瑶见你靠近，以为惹恼了你，又要动手打自己，可没想到竟被你给偷袭了。你说了些啥？也没听清，也没瞅见。你走之前还亲了闺女一口，等她回过神，你早就没影了。昏暗的屋子里，就剩下她和睡在小床上的闺女。虽然天还早着，可她翻过来覆过去，愣是再也睡不着了。就这么在床上躺到太阳晒屁股，就听到外面有人拍门。二嫂，这么早过来，有事吗？刘桂华眼珠子滴溜的往厨房内打转，笑的那叫一个是快。老四媳妇儿，我听大嫂说昨晚你家吃肉了。你们家老四是不是赌钱赢大发啦？说着也不等回话，脚丫子就跟长了眼睛似的，直往厨房门口摸。乖乖呀，这老四该不会去偷去抢了吧？这么大块肉得花多少钱呢？大家可是有小半年都没见过荤腥了，孩子闹了好几天都没舍得买。好不容易把眼睛拔出来，可又瞟见黑漆漆的墙上竟然还挂着半只山鸡，他顿时就不淡定了。老四家的，你可得看好你家男人，赌博搞不好还要去劳教。周瑶听他这么说，脸色一点点低沉了下来。二嫂说这啥话？要是犯法，自然有公安逮他，不用二嫂你操这份闲心。刘桂华还想再说啥，可眼珠子咕噜一转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你也别恼二嫂，我这不也是担心咱家老四吗？我家那口子跟他可是亲兄弟，我家小宝闹着想吃肉都馋哭了，你看能不能先借5斤肉给我，回头我让你二哥给你们送钱来。这2年多的相处下来，周瑶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早摸透了这个二嫂是个什么货色，东西进了他家就是肉包子打狗，这一张口就是5斤肉，别说自己不敢做主借给他，就算是有当家权也不可能。这么大事我做不了主，二嫂你等老四回来跟他说吧。说着走过去把厨房门给拴上了。刘桂华见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十分不痛快。那行，等老四回来你记得跟他说，把肉帮我送家里。扭身走的时候，刘桂华脸上的笑挂不住了。这边山上眼瞅着快晌午了，你靠着前世那点记忆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寻见一株野石斛。有了昨天抹黑的经验，等石斛露出大半个根系时，也已经到了。这颗比昨天的那株大太多了。直到天擦黑了，你才小心翼翼的把那一大颗完全弄了出来。就在准备下山回家时，转身却撞见了一只梅花鹿，看样子是来啃石斛的。见状，你赶紧从空间里取出昨天换来的猎枪。不过一息，枪声在林间炸响，惊得鸟群四散逃离。而家里周瑶已做好饭，给女儿烫好奶粉后，还不见你回来，便眉头紧锁。石斛哪有那么好找的？还是得让他踏踏实实学个手艺才行。
就在周瑶愣神的时候，你悄悄地走进了院子，直到你将箩筐里的东西取出，屋内的周瑶才听到有动静，抱着女儿走了出来。洗手吃饭吧。说完，抱着女儿又进了屋。你注意到媳妇往筐里瞅了一眼，但也没吱声。等进了屋，瞧见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眼眶一热，恨不得回到上辈子抽死自己。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，自己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？走到桌前坐了下来，大口吞着饭菜。媳妇儿，待会儿我去村长家一趟，这几天把咱家里的电线扯上。闻言，周瑶拍着孩子的手顿了顿，忍不住开口：通了电，那可是以后每月都要交电费的。说完，偷偷瞄了你一眼，生怕自己惹毛你掀桌子。你敏锐地捕捉到周瑶的脸色，随即放下筷子，走到门口，把箩筐提进屋。媳妇儿，这是我今天挖的，改天去城里药店卖了，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而周瑶直勾勾地看着那也是，她抬起眼帘望着你，用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：真的是你挖的？见状，你继续开口解释道：我发誓没偷没抢，这真是我在山里挖了一天的成果。周瑶看你一脸坦然，这才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白天咱们二嫂过来了，她要借5斤猪肉。看周瑶拉着脸，明显是不高兴，估计是自己不在家，是二嫂给她气受了。于是你一脸严肃地说：这个家以后你做主，钱和东西都归你管，你不想借咱就不借。你这话听得周瑶心里犯嘀咕，琢磨了好一会，才怯生生地说：我不想借。二嫂她嘴上说借，但肯定不会还回来。她也不是头一回借咱家东西，不还了。听到周瑶的话，你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宠溺地刮了下她的鼻子。不想借咱就不借，咱不受他的气。你这一笑，周瑶都看愣了。随即她抱起女儿起身去了里屋，你则是在填饱了肚子后，将碗筷洗干净，然后割了半斤肉，摸黑出了门。村长王栓柱一看是你，黝黑的老脸一愣，再瞅见手里的肉，满脸褶子都笑开了花。赵坤这么晚来找叔有啥事儿？边问边接过你手里的肉。我想家里搞个电灯，你有空帮忙安排一下。成，明天我就给你安排这个事儿。你一听他这话，也没多做，起身道了谢就转身离去。只是走到厨房时，竟看到周瑶在黑黢黢的厨房里啃自己吃剩下的那些肉骨头。这一幕刺得你眼珠子生疼，浑身血液好像都凝固一样。随即声音嘶哑地说道：你在干什么？周瑶一听是你的声音，吓得一哆嗦，到嘴边的骨头也跟着掉在地上，随即一脸恐惧地看向院子里的你。别打我，这些都是你啃剩下的。我只是觉得丢了怪可惜。这一刻，你只觉得五雷轰顶，从来没这么挫败过。随即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，而周瑶则是吓得失声尖叫起来。你想干嘛？周瑶眼帘微垂，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，直到感觉胸前被湿热侵染，他竟然哭了。他封闭已久的心好像有了一丝松动，而看到媳妇吃自己的剩饭都吓成这样，就像是一把刀子狠狠捅进你心窝里。于是你从地上站起身，捧着媳妇白皙的双颊，低头吻去她眼角的泪珠。媳妇，你去堂屋等着，待会儿饭菜好了我端进去。你是我的大恩人。周瑶没听懂这句话，羞得跟见了鬼一样溜出了厨房。厨房里你忙活了一阵，一盘香喷喷的小炒肉片就出了锅。他觉得辣喉咙眼的杂粮馒头，媳妇却宝贝的一口都舍不得吃。只是刚走进里屋，就看一副雪白的美背映入眼帘，一瞬间血液顿时涌入腹部。你挤不上前，从身后一把将人揽入怀里。媳妇，不要再丢下我了。沉沦间，周瑶头一回觉得，原来做这种事这么舒服愉悦的一件事，这还是除了新婚后两人如此如胶似漆的睡在一起。想到昨天夜里的情景，周瑶脸颊感觉一阵发烫，侧过脸再看到小床上的孩子时，周瑶顿时吓得脸色煞白。昨天夜里似乎一宿没听到女儿哭闹。瞅着媳妇突然变了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女儿那边，便麻溜地下了床，几步窜到女儿的小床前，瞧见女儿已经醒了，正瞪着俩大眼睛笑。此刻你看着闺女，心窝子都软了，小心翼翼地把闺女抱在怀里。回到床边，见闺女没事还咧着嘴笑，周瑶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，随即眼眶一红，差点哭出来，懊恼自己昨天夜里怎么能睡那么沉。这么大点的孩子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他可咋活？媳妇儿，你再陪妞妞躺会儿，我去给你做早饭。周瑶则是查看闺女屁股下垫着的尿布，虽然遮挡的不太规整，但却是换得干净的。难怪昨晚没听到女儿哭闹，原来是这混滚起来照顾的女儿。这还是生了孩子后，她头一回主动照顾孩子，所以她是真的变了吗？可以再相信她一次吗？另一边，你熟练的在厨房忙活着，等媳妇抱着孩子出来，饭菜也做好了，豆腐、小青菜、玉米面糊，外加杂粮馒头。你光着膀子从周瑶怀里接过孩子。媳妇儿，你先去洗漱。而周瑶有些不放心，可看着你笨手笨脚的抱着那么点的孩子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是你亲闺女，又不是老虎，还能咬你咋的？吃饭时，村长王栓柱带着电工来了，一进院子就瞧见周瑶坐在院子的桌子边上吃饭，你光着膀子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溜达。他瞅见你臂膀内侧有一圈工整的牙印，笑得意味深长。赵坤，这还没吃完饭呢。你没想到王栓柱这么早就把人找了，又带着村长和电工来到院子外的门口扯闲天。等周瑶吃完饭回屋后，你才把孩子交给媳妇，随即从宽松的裤衩子口袋中摸出一包大前门。村长看着手里那根大前门，咧着一嘴大黄牙，笑着说：你个臭小子，有出息了，这玩意儿一包都要4毛呢。一旁的电工笑得更憨厚，把烟卡在耳朵上，扛着梯子就绕去了屋后。这趟工出的划算，4毛一包的烟，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抽，这家人倒是大方。等通了电，你就回了屋。刚走进去，一件衣服迎面飞来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就听见周瑶说道：赶紧把衣服穿上，
光着膀子像什么样子？此刻你后背多了几道抓痕，那是昨夜周瑶留下的。村长和电工都看见了，但是都没说破。然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光着膀子四处溜达，这可让周瑶骚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外人在跟前，他又不好意思提醒。直到你上山后，周瑶捂着发烫的脸颊，缓了好一阵子，这才接着把床褥子拆下来清洗。他把孩子的小床搬到院子里，把孩子放上面，在盆子里倒满水，准备洗床褥。这时候周母挎着个篮子来了，里面装着鸡蛋，还有一小块肉。周瑶瞧见母亲，连忙擦着手起身。娘，你咋来了？周母把手里的篮子拎进厨房，目光在自己女儿身上来回打量了一番，瞧着她那破旧不合身的衣服，眼眶一阵发酸，赶紧别开目光，抱起小床上的外孙女说道：“家里刚忙完，我过来看看你。”说着眼睛环顾着破旧的3间土坯茅草房，她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懊悔，不该同意这门亲事的，自己害惨了女儿。瑶瑶，妈想过了，你要是跟他真过不下去，就离了吧。你年轻日子还长，一辈子不能毁在他这个烂人手里。周瑶听到亲妈的话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坐在凳子上好一会也没吭声。那天你抢走自己从娘家借来给女儿买米糊的钱，去买酒，她真的觉得绝望透了，感觉跟她在一起压根都看不到任何希望，连死的念头都冒了出来。当时就想抱着闺女跳进水库，可你酒醒后，先是悔恨的自己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，而后又慌里慌张的出门给孩子买米糊。这几天下来，她瞅着你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似的，没再出去鬼混，酒也不喝了，赌也不赌了。林母看着闺女低着头不说话，以为她担心孩子，开口说道：“你要是想带着孩子，妈以后可以帮衬着你一起带。”说到这里，犹豫了一下，就是以后你要是在家带孩子，可不好嫁。这个年头离婚的可少之又少，日子再苦再难，女人也得咬着牙往下过。听到亲妈连离婚后再嫁人的事都替自己想周全了，周瑶从亲妈怀里接过孩子。妈，我现下没想离婚，他如今看着也在慢慢改好。说着，她拉了拉孩子身上那件崭新的小衣服，是他挣钱给孩子买的衣服，也给我买了一套，不过我没舍得穿。周母瞅着闺女那白净稚嫩的脸上泛起了许久未见的红晕，眼睛里也像是重新亮起了光，不由得愣了一下神。她明明昨天还无意间听见隔壁的二麻子说她欠了外人50块钱，这么大笔债她又不干正事，可咋还呢？正因为这个她才不放心，一大早拎着东西过来看看。可看自己闺女的表情不像是假的，想到这里，她并没有把自己听到的事告诉女儿，怕她因为这是在跟你闹别扭。她收拢思绪，红着眼眶欣慰的点了点头。要是能改就好，妈也就放心了。说着抬手摸去眼角流出来的泪，这回刚上山的你嘴里叼杂粮馒头，计算着现在盖建2层楼大概需要多少钱，按照现在自己能挖到的市户价计算，盖了房子还能有一笔在这个年代算得上很可观的存款。毕竟在这个时候万元户都不多，想着近2年肯定还要待在村里生活，先把住宿条件提上去。家里现在住的3间破土坯房，进屋后自己这个身高感觉腰都直不起来，屋内更是灰尘大的厉害，到处掉渣，实在不是人住的地。这时候弟你压根不知道你丈母娘正跟媳妇商量着要不要离婚的事，这要是让你知道，估计最近都没心思上山挖石斛了。毕竟重活一世，你心里搞钱很重要，但什么却不及老婆跟孩子重要。你掌握着上一辈子的赚钱门道，自然不急着这一时3刻。眼瞅着快晌午了，周母饭也没顾上吃，就急着要往家回，生怕自己多吃一口，闺女就得少吃一口。周瑶拦也拦不住，只好从厨房取下挂着的肉，一刀切下大半，拎着就追了出去。妈，这个你拿回去跟我弟媳妇他们吃。周母一看那么大块肉，连连摆手不肯要，生怕你知道了她这么贴补娘家，再动手打她闺女，更怕闺女自己没得吃，受了委屈。你们留着吃，家里头不缺这口。你看看你瘦的跟啥似的，得多补补，不然孩子哪来的奶水吃？周母最终还是没要那块肉，挎着筐子一步步的走了。周瑶站在门口，眼睁睁的看着母亲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见了，才拎着肉转身进了厨房。隔壁的张桂兰跟周瑶年纪差不多，可嫁过来却早了她2年。她皮肤黝黑，手里头啃着生萝卜，趴在墙头上。妹子，你整天不出门，外面都传开了，你二嫂被你二哥昨晚给收拾了。哭叫声几家子都听见了。从厨房走出来的周瑶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一声。张桂兰见她话不多，拉个凳子在她洗衣盆面前坐了下来，压低音量小声说道：“外面都在传，你二哥家的大宝不是你二哥的。”周瑶一听这话，手里的活顿时停了下来，抬头看向张桂兰：“是你大哥的种。”张桂兰瞅见她眼里的困惑，把啃剩下的萝卜往口袋里一塞，一脸八卦的小声在她耳边嘀咕。周瑶听完整个人都懵了，她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。她以前还挺尊敬这个大哥的，觉得他忠厚老实，做事公道，挺有大哥样的。可听了这事，心里头多少有些膈应。这事咋能这样呢？张桂兰似乎很满意他的反应，拍了拍这个城里来的小媳妇：“好啦，我要回家给俺们当家的做饭，就不跟你聊了。”当天晚上你回来的很晚，这次回来你老远就看到家里亮着的灯光，心里禁不住感叹：这电灯果然比洋油灯亮堂多了。周瑶见你回来，赶紧把热在锅里的菜和白面馒头端了出来，随口问了句：“今天咋回来这么晚？”注意到你身上沾了些泥土，放下菜上手给你拍着身上的泥，你赶紧拦住他，转身把堂屋的门拴上，然后从箩筐的草堆里翻出个东西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。挖了石斛，回来途中碰见了个意外收获。你没跟媳妇说自己是因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才碰到这东西的，爬上来费了不少劲，这才回来这么晚。这东西现在价格可不比石斛低，都是按克卖的，算是意外得了笔小财。你盘算着今晚陪媳妇好好亲热一番，明天不去山上了，先去把手上的货处理掉。周瑶看着他放在桌上的那块黑棕色、形状有点像是生姜一样的东西，这好像在书上见过，带着不确定问道：“这是何首乌？”
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。你没想到自己媳妇见识够渊博，这玩意村里头大部分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它的金贵，要不山上那么多好宝贝，早叫人搜罗干净了。石斛和手屋还能金贵个10来年，再往后种植技术上去，这些都能人工种，市面就常见了，也就不稀罕了。可就算那样，野生珍稀药材的价格还是高的离谱，因为野生的压根就买不着。你咧着一嘴大白牙，一把将娇俏的媳妇搂进怀里，低头在她白嫩的脸蛋嘬了一口，迎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眸子说道：“对，就是何首乌。明儿带你跟娃去城里溜达溜达。”一听说要带着娃出门，周瑶身体猛地一僵，想起之前他说要闺女卖给城里那家不能生养的人家，心里头到现在还犯怵，谁知道是真不能生，还是买回去当童养媳。他从怀里挣脱出来，带着防备和警惕拒绝道：“闺女还小，我俩就不去了，你赶紧洗手吃饭吧。”你眼尖瞧出媳妇不对劲，本想带着她出去逛逛，顺便再给她添置些冬天的衣服，可看她这又警惕了起来，显然是怕自己又打闺女的坏主意。自己干的那些混账事，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让她放下心结的？早就信任透支了，只能慢慢来了。你脱下身上带着你点子的衬衫，打开门走出去，简单洗了把脸，回屋坐下，这才瞧见到桌上的饭菜，一盘金黄的炒鸡蛋，还有一小盘早晨剩下的小炒肉。他中午难道都没吃菜？他要是这样一直省吃俭用，啥时候才能把他养得胖乎乎的？看来得赶紧多挣点钱，让他心里头踏实才行。媳妇儿，这鸡蛋哪儿来的？周瑶低头给你盛了一碗面糊汤。你出门没多久，我妈来过一趟，是她送来的。亲妈提离婚的事，她是一句也没提。你一听是丈母娘拿来的，想到之前问她要钱喝酒的事情，臊得慌没脸见她，也没问丈母娘过来是什么事，心里头盘算着，等明个把手上的东西卖出去，先把之前从丈母娘那里拿来的钱给还上。你伸手拉过媳妇，让她坐下，快吃饭。说着递给她一个杂面馒头。媳妇还是舍不得蒸白面馒头，蒸了掺了一半白面的杂面馒头，你自己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炫了起来。周瑶咬了一小口杂面馒头，抬头偷偷打量眼前的男人。他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，只是不知道他这股子热乎劲儿能撑多久。俩人正吃着饭，外面响起叫门声。四哥，我26子，出来啊！3缺1，哥儿几个等你喝酒玩牌呢。周瑶听到这个声音，脸色刷一下就白了，眼睛直勾勾瞪着他，怕你又像之前那样跟着他们出去喝酒赌钱。你听到这个声音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想起来是谁了。你放下筷子，一抬头，看见媳妇那张惨白的小脸，赶紧起身把人搂进怀里。媳妇儿，你咋了？哪儿不舒服？语气里头满是担心和紧张。被搂进怀里的周瑶，纤细白皙的手指紧紧揪着你胸口的小背心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你又要跟他们去喝酒玩牌？你一听这话，终于明白媳妇为啥这样了，感情是怕自己老毛病又犯了。下巴垫在他柔软的发里，手臂不自觉地收紧，将他搂得更紧了些。怀里的身子单薄得厉害，嫁给自己后，一天好日子没过上，连顿饱饭都成了奢望。可就这样，他竟然还揣着对自己的希望，想要踏踏实实的跟自己过日子。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把眼眶里的酸热硬生生憋回去，用低沉暗哑的嗓音开口安抚他：别担心，我不去，我这就把他们撵走，以后都不跟他们瞎胡混了。侧抱在怀里的周瑶，在听到你的这番话后，仰脸带着审视的目光，直勾勾瞪着你，质问道：“真的不去？”你垂下眼帘，对上媳妇那双不安又审视的眼睛，真想把心掏给她看看，告诉她自己真的改邪归正了。忍不住又在她挺翘的鼻尖啄了一口，喷洒着干净热燥的气息，保证道：“真不去，放心吧，我这就让他们滚蛋。”随后把怀里的媳妇轻轻放回到凳子上。好了，你先接着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直起腰，发现胸口的小背心还被媳妇紧紧攥在手里。要不是知道外面那3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想带着他一起出去，让他看着自己拒绝他们，好让他吃个定心丸。你低下头，在他发顶上又亲了一口，算是安抚。粗粝热燥的大手轻轻拍了拍他单薄的后背，他这才慢慢松了手。你直起腰身，迈着矫健的大步走了，来到院子门口，打开木门。门口那几个人见到你出来，那个叫26子的家伙笑得流里流气，开着黄腔说道：“四哥，你这可不地道啊！嫂子刚出月子没多久，你就出不了门了，这都几天了，都不来找哥几个喝酒。”听到那混账话，你凌厉的眉峰透着戾气，沉声吼道：“去你的！你往后说话给我放干净点，不会说话就把你的嘴巴给我闭上！”其他2人本来也跟着嘻嘻哈哈，瞧着你脸色不对，立马收了笑容，赶紧打圆场道：“四哥，他这人就是嘴臭，别跟他计较，走，咱哥几个喝酒去。”说着伸手就准备搭你的肩膀，你抬手拨开了他伸过来的胳膊，余光瞟了一眼其他2人。要是喝酒打牌这种事儿，往后就不要来找我了，我戒了。 3人见你这架势跟见了鬼似的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全懵了。那个叫26子的脸上还挂着猥琐的笑容，不怕死的继续调侃：“四哥，是不是被小嫂子管着出不了门了？既然她都出月子了，就陪着哥几个去喝酒呗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你一脚就踹了过去，踹在他胸口上，把他踹得4脚朝天，躺在地上直哼哼。你大步流星上前，一脚踩在那家伙的2腿间，弯下腰，黑眸里闪着狠劲，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混蛋。下次再敢满嘴喷肺，老子把你上下2张嘴都给缝上，再把你第3条腿打折。说着脚上又加把劲撵了撵，26子躺在地上，顾不得胸口的疼痛，双手死命撑着你踩在他胯间的大脚，扯着嗓子鬼哭狼嚎：“四哥，我错了，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”旁边那2人被这一幕吓得魂都没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周身散发着煞气，在夜色里显得十分骇人，愣是没人敢上前劝架。打小他们就怕这家伙，这家伙打起架来那是不要命的狠角色。可今儿个头一遭，见他光是动怒就跟头饿极了要吃人的老虎似的，让人脊背发凉。你怕26子瞎好好把媳妇给招来，不想让媳妇瞧见自己这暴力模样，免得吓到他。万一因为这点破事让
让他再害怕自己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你直起身体，居高临下的瞪着地上的二六子，把脚收了回来。滚！那俩人如蒙大赦，赶紧架起二六子，冲着你说了声四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他们三个一走，你就把那股子戾气给收了起来，迈步进了院子，插上门栓。屋内的周瑶打从你出去后就坐立不安，如坐针毡，每一分每秒都觉得十分难熬。看着你老半天没回来，心都快凉透了。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你不在自己是一口都吃不下。就这么几天功夫，看着你一点点变好了，不知不觉的心里又对你燃起了希望。也不指望着他能大富大贵，就盼着他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。可要是他再跑去喝酒赌钱，自己可咋整？孩子还这么小，压根儿没办法带着他出去干活，难道真的要离婚不成？正愣神呢，听到一阵稳重的步伐声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声音来的方向瞅去。只见他高大的身影从月色中走了进来。这一刻，周瑶原本死气沉沉的眸子一下子有了光亮。他竟然真没跟着那几个混账东西出去鬼混。他还在发呆，你就已经走到他身后了，弯腰将人环进宽阔的怀里，低头在媳妇白嫩的脸颊亲了一口。咋了？你男人我就出去一会儿，不认识了？说话间把筷子递到他手里，在桌前坐下，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大口的炫了起来。周瑶还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下意识的问：你真的以后不再跟他们瞎混了？报告媳妇大人，我跟他们彻底断了，以后都不跟他们玩了。周瑶这才点了点头，慢条斯理的吃了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时不时偷瞄一眼自己男人，见你吃的很快，但吃相却不赖，配上他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，反而还多了些赏心悦目。当初嫁给他，除了他救过自己一命，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长得板正，当时就是被外表迷了心窍，再加上给弟弟换亲，这才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他。你见媳妇盯着自己发呆，不知道他小脑瓜又在琢磨什么，往他馒头上加了块金灿灿的鸡蛋，咧着唇角调侃道：媳妇儿，快点吃，待会儿床上让你看个够。你的胡话让周瑶回了神，瞧着他痞里痞气的样子，狠狠剜了你一眼后，红着脸垂下头，埋头吃了起来。吃饱的你也不着急走，窝在蹩脚的板凳上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。媳妇越看越喜欢，明明这年代物质匮乏，吃的不好，还没什么化妆品，可这皮肤依然是溜光水滑的，比那打了什么针的明星都漂亮。你注意到媳妇握着筷子的手骨节通红，就握住她纤细的手腕拉到自己眼前。想到外面晾晒的床单，你打算明天把手上的东西卖了，从投机倒把那里搞张洗衣机的票。这年代很多人还不知道洗衣机是啥，更不舍得花钱买。有了洗衣机，媳妇就不用用手搓衣服。周瑶抽回自己的手，被你盯得实在是骚得慌。吃饱的话，去烧水把身上洗洗，浑身都是泥。你起身在媳妇脸上亲了一口，就去厨房烧水去了。你走后，周瑶放下筷子，摸了摸发烫的脸颊。这人打从昨个夜里起，就喜欢对自己搂搂抱抱，还时不时亲两口。每次他靠近，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荷尔蒙气息，觉得自己心里就像踹了只兔子，砰砰乱跳，自个都闹不明白这是咋回事。吃完饭，你拉着周瑶说要带她出去散散步。消消食回去的路上，你没再往家走，带周瑶转了个方向。牛棚旁一间破落的泥土房，外面搭个简易土灶，屋里的女人捂着胸口不停咳嗽，抓出一小把玉米，深兑了水，放进缺角的陶瓷罐里。只是这么几步路，她脸上就泛起白大颗的汗水，从额头滚落。正揪心，一个半头白发的男人从不远处大步走过来，他皱着眉接过水瓢，让他回屋好好躺着，自己来做饭。女人看向他，男人把换来的半张饼递过去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换了一张饼，我吃了一半，剩下的带回来了，你快吃，吃了病才好得快。你吃过了？男人没一点迟疑，往罐子里添了把米，蹲下开始烧火说：吃过了。女人想想自己的身子，把饼子递过去。我不饿，你都吃了吧？躺半天了，就想喝点稀的。男人闷头填火，叫你吃就吃，不吃东西病咋好？男人低着头，眼眶发酸。今天吃饱了，明天吃啥？他的身子不顾了，就那一点米，还是他求了好几家村民换来的。他心疼他忙活一天没吃饭，他也心疼他跟他下乡受罪。他攥住他的手，别想那么多，安心养病，明儿个我就去给你找药，一定能治好。周瑶看得心里不是滋味。回去的路上问你那两位的情况，你有些沉默，该怎么说？说那个男人你也不熟悉，但上辈子在电视上见过。老人商场纵横多年，离世后将全部身家都捐了出去，以他爱人的名义成立了医疗救治公益基金会。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保护好爱妻，亲眼看着他受病痛折磨离世。你照着回忆猜测，致使他夫人身故的应该就是这场病。不过你估摸着，殷夫人的病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足导致的。在四面漏风的牛棚，每天又都清汤寡水，再小的病也能拖成恶疾。你准备让媳妇这个高中生把药吃的，还有钱拿去投资这位未来大佬，最起码恢复高考前的辅导老师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躺起来你就睁开了眼，悄悄下了床，走到小床边，小心谨慎地把女儿抱起来，轻轻放在媳妇身旁，仔细盖好小被子，给媳妇煮好早餐后，你从外头把门一关，就踏上了出门的路。今儿个逢集，虽说时间还早，可路上已经有不少行人了。在这个年月，农村里谁家要是能有个28大杠自行车，那条件可就算是相当不错。所以大多数人出门还是得靠两条腿走。你凭着上辈子的记忆，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家比较大的中药铺子。那国字脸的中年男人看见你拿出来的东西，就上下打量了你一番，然后拿起那石斛仔仔细细的瞧了起来。一看这石斛竟是朱老野石斛，每根都完完整整的，心里头不禁有些惊讶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石斛放在柜台上，试探着问：你想卖啥价？你一听让你开价，也没客气，直接报了个数。你心里明白对方肯定得还价。果然那药房负责人一听你报的价，心里就有数了，知道这人不好糊弄，瞅了一眼你的箩筐，就把你请到了后院。两个人在后院磨了快1个小时的嘴皮子，最后你把2株石斛、1颗何首乌还有鹿茸都卖给了他。你对今天的价格也挺满意，揣着50张大团结就离开了药房。有了钱后的你去了国营商场，你想买台洗衣机，一问售货员傻眼了。你拍了下脑门，虽然现在有洗衣机，但
但那都是用于宾馆，洗衣店并没有进入家庭。国产的第一台洗衣机是1978年，现在还没生产出来。不过你意外弄到了一张9寸黑白电视机的票，想也没想就买了，又买了些邮票、肉票、面票。投机倒把的人看来了个大主顾，对你格外热情。听说你当天就要买电视机，就帮忙找了个有拖拉机的熟人，花2块钱就能把东西给你拉到村里。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接着你在国营商场给媳妇买了10新的大红毛衣、裤子、皮鞋，又给孩子添置了几身崭新的小衣服，还购置了几床新棉被，把能想到的都购置了，足足装了小半车。开拖拉机的师傅看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这穿着破旧衣服的小伙这么有钱，一口气买这么多东西。等你大采购完已经是下午了。这时候家里的周瑶早上醒来一看，孩子睡在身边，你不知道啥时候就走了。周瑶拖着沉甸甸、酸溜溜的身子起了床，瞅见那人早起走之前，饭菜都已拾掇得妥妥当当，桌上摆着黄澄澄的鸡蛋，还有煎得滋滋冒油的肉块。周瑶心里头说没点波动，那是哄人的。晌午头里，王栓柱领着一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进了门。老四媳妇儿，这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李甜甜，往后就在你家住下了。你跟老四说一声，给他拾到个房间出来。周瑶一时有些懵，家里突然多了这么个年轻闺女，这3间小土坯房可咋住得开？一间2口俩住着，堂屋是吃饭的地，另一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哪有给她住的地？村长，他不在家，我这做不了主啊。王栓柱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一块，冲着周瑶摆了摆手，压根不听他的话，转身对着身边的知青交代了几句，抬腿就走了。要不是看在那小子送自己那块肉的情面上，哪儿可能把这么水灵的黄花大闺女往他家送？这批知青下来，零零整整加起来20好几个人，大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。就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就让自己给安排在了这里。他小两口住着，送来的小姑娘比送来的小伙子疯呢。小姑晚上在家里没啥好避讳的，更不担心年轻漂亮的媳妇被人惦记。被扔下的周瑶拎着帆布挎包，打量着这3间破破烂烂的土房，心里头直犯怵。这以后的日子，怕是比其他下乡的知青都要难熬。红梅被分配的那家，看上去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那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还带着3个娃。一个个都穿得光鲜亮丽的。来的路上听他们说自己分配的这家男人可不是个啥好东西，喝酒赌博还动手打老婆，家里头穷得叮当响，连锅都快揭不开了。没来之前还觉得他们说的有点玄乎，可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那是一点也没掺假。就是这家女主人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，可长得那是水嫩漂亮，五官精致的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，一点也不像是农村人。周瑶察觉到那道目光正在细细的打量自己，她低头瞅了瞅自己身上是打着补丁的旧衣裳，再瞅瞅眼前这位穿着一身时髦的雀凉裙子、白袜子配着小皮鞋，光鲜亮丽的。她假装没在意那审视的眼神，开口说道：“你先坐呗，那屋子乱糟糟的。”全是些杂物，得等我当家的回来才能给你腾出个地儿来。说完，他转身进了屋子，拎出暖水瓶给客人倒了碗水。周瑶有些局促地点了点头，在院子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得想尽办法赶紧拿到回城工作的通知。这破地方他是一天都不想多待，尤其是还住在这有个地痞无赖的家里，以后可得小心点，别让这家的地痞无赖占了便宜去。周瑶本打算中午就随便对付一口，现在来了个新知青，只能挽起袖子开始张罗做饭的事情。李甜甜想着以后都要住这，不能白吃白住，就洗了洗手，进厨房想帮忙。嫂子，要不我来烧锅？他说着走进厨房，却愣住。破旧的厨房收拾的倒是干净整洁，房梁上还挂着那么大一块肉。谁说这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？揭不开锅还吃得上肉，还这么大块。周瑶正低头和面，听见李甜甜的话，抬头说道：“不用你帮忙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儿，就帮我在院里看着孩子吧。”李甜甜听了，点点头就出了厨房，来到小床前，看着躺在上面那白净的像瓷娃娃一样的孩子，模样讨人喜欢。她弯下腰逗弄那孩子，心里纳闷：这女主人跟自己差不多大，长得又这么白净漂亮，怎么就这么早嫁了人？她咋就能看上那么个不成器的男人，还是个地痞无赖？莫非是让那无赖给逼的，没了再嫁给了他？一想到这，李甜甜就一阵发怵。她越琢磨越害怕，寻思着要不要去村长家求村长给换个地，哪怕再穷点也行，只要那家的男人是个本分人就行。厨房里，周瑶正忙活着做饭，哪晓得外面的知青心里头正演这么一出大戏。不一会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。周瑶端着面条走出来，招呼道：“女同志，先来吃碗面。”李甜甜回过神来，瞅着桌上海碗里飘着油星子的面条，愣了愣神，她赶忙说道：“我叫李甜甜，嫂子你以后就叫我甜甜吧。”周瑶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啥。下午快4点的时候，拖拉机轰隆隆的进了村，按着你指的路停在了你家门口。在院子里头包着玉米的周瑶，忽地听见外头有动静，赶忙放下手头的活。她站起身走到门口，正巧瞅见你从拖拉机上麻利的跳了下来，心里头直犯嘀咕：他咋就坐着这突突响的拖拉机回来了？还没等他开口问个究竟，那拖拉机的师傅就扯着嗓子喊上：“小伙子，这么多东西，你家能搁得下吗？”说着，他就从车头绕到了车尾巴那，把电视机一点点往边上挪，生怕碰坏了。一个箭步上去，就把电视机从车上扛了下来，冲着拖拉机师傅咧嘴一笑，说道：“以后地方大着呢。”站在旁边的周瑶被眼前这一幕给吓愣了，呆呆地问：“这些都是你买的？”那声音里满是不敢相信。这么多东西，还加个电视机，这得花多少钱多少票啊？你见媳妇白净漂亮的脸上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的，便走上前去摸了摸她的脸颊，心里头明白，她这是心疼钱，可这点小钱你压根没放在眼里，就想让媳妇以后跟着自己享福，再也不让她受一点罪。你凑到周瑶耳朵边小声嘀咕：“等会儿再跟你细说，你先站到一边去，别碰着你，我先把东西卸下。”周瑶听了你的话，跟木偶似的挪到了一边，看着一件件东西从车上卸下来，堆得跟小山似的，她心里头那个悔啊！早知道这样，她就抱着孩子跟你一起进城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他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？哪来的钱和票？
一般人家谁看得起电视机啊？光是电费都得不少钱。真败家！这时候，站在角落里的李甜甜怀里搂着小婴儿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身材高大、肩宽腿长的年轻男人。他就是村里的地痞。他原以为你长得丑陋、粗鄙不堪，咋也没想到你竟是个五官深邃、相貌英朗的人。他长这么大还很少见过这么俊的男人，看得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的乱跳个不停。李甜甜这下算是明白了，周瑶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咋就早嫁了？原来这男人长得比电影里的王新刚都好看。东西卸完了，你从兜里掏出2块钱，递给了拖拉机师傅。师傅拿了钱，挥挥手开着拖拉机就走了。你又开始往院子里搬东西，媳妇要帮忙你还不让媳妇坐着歇着，压根就没瞧见家里还多了个陌生女人。赵振兴听着风声赶了过来，一看自己兄弟门口堆了那么多东西，都惊呆了。这懒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？他那个穷的叮当响的，家里也没啥东西可卖的，难道是卖了孩子？想到这，赵振兴不由得加快了步子，赶到门跟前，一眼瞅见女知青怀里的小侄女儿，心里头这才踏实下来。赵振兴啥话也没吱声，闷头帮着把物件搬进了院子。瞅着那沉甸甸的铁疙瘩，一通电就有画面和声音传出来，一群蚂蚁在上面咬架，可热闹了，跟看电影似的。他好奇地围着转了几圈，不好意思伸手摸。听说这玩意儿金贵着呢，要好几百块钱。这就是城里人常说的电视机，真没想到自家兄弟竟然给弄回来一台，全村独一份儿。东西归置妥当后，赵振兴把你拽到院门口，问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你不慌不忙拍着胸口说，这些都是自己打猎去黑市上卖猎物换的钱。你没把石湖的事告诉大哥，倒也不是信不过大哥，而是石湖都长在悬崖峭壁上，就算说了，大哥也帮不上啥忙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还把自己的财路给断了。等来年开春暖和了，你领大哥二哥上山寻几处好踩的地方，告诉他们窍门，往后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。赵振兴想劝你好好种地算了，可瞅着眼前的亲兄弟，眼里闪着亮光，透出一股子以前没见过的精明和深邃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让他这个当大哥的都觉得有点不认得了。你想着大哥难得过来，就把想盖房的事跟他透了透，想请他帮忙，看着每天给他开1块钱的工钱，赵振兴抽了口烟说，你不犯浑，我给你白干都成，哪要什么工钱？不过建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得花大价钱啊。大哥，钱我有，工钱我照给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麻烦大哥帮我找个手艺好的师傅，材料也用好一些的，争取入冬前住进新房里去。赵振兴点点头，以为老四只是想把那3间草房修缮，哪成想他居然那么大的胆子要盖2层。你之所以把这些事一股脑交给自家大哥，实在是因为你自个忙得脚打后脑勺。你琢磨着得赶在入冬前把石湖都采出来，如果再遇上何首乌这种野生药材，也能卖了换钱。要是再能装上梅花鹿，弄点鹿茸路边啥的，那可就是捡着大便宜了。眼瞅着天还早，哥俩一合计就找王栓柱计划。经济时代，盖房买砖也需要批条子。王栓柱这个村长在这年月权力达到无敌，你送了一包大前门，好像得塞了1块钱，顺顺利利拿到了买砖的条子，开了条子直奔公社的砖厂，把盖房用的砖给定下。赵振兴就纳了闷了，这得要多少砖啊？老四，你准备砌多厚的墙啊？咋定这么多砖？你跟他说要盖2层。赵振兴眼瞅着你掏出2张大团结，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就递给了砖厂老板。赵振兴心疼的直咧嘴，再一听他说剩下的钱等砖都拉家里头再结清，赵振兴瞪大了眼珠子，觉得这是简直不可思议。那可是大团结，不是草纸，就这么随便装在口袋里，也不怕给弄丢了。赵振兴发觉自个这个烂赌鬼4弟，现在在外人跟前那派头足得很，比那砖厂厂长还像领导呢。往那一站，不怒自威的，要是换上不打补丁的蓝布褂子，说他是哪家领导的公子都有人信。要不是脖子上的黑痣还在手上，还有之前打架斗狠时候的刀疤，赵振兴都怀疑老四是不是让人给偷换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赵振兴整个人都是飘的，晕乎乎的。老四当然了，可他咋总觉得怪怪的。快到家的时候，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5张大团结递过去。大哥，除了木头，其他材料都麻烦你帮忙张罗着。赵振兴伸手想接，又觉得自己手有点脏，在衣服下摆蹭了蹭，才把钱接过来。他小心翼翼的把钱揣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，生怕一不小心给弄丢了。赵振兴诚恳的跟你说，这么多钱，你信得过大哥？大哥一定给你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你点点头，亲大哥有啥信不过的？要不是大哥大嫂招呼时，就上辈子媳妇受的那委屈，搞不好闺女都生不下来，都会被自己折腾没了。赵家堂屋，周瑶正在拾掇你买回来的东西，她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方巾，仔仔细细的搭在电视机上，生怕落了点灰弄脏了电视机。要她说买这玩意干啥？村里时不时就停电，还要架天线，没信号的时候满屏都是雪花。可看你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她也不好埋怨你乱花钱。她发现你又给她和闺女买东西了，有女士毛衣、裤子、皮鞋，还有几套闺蜜的小衣服。上次你去镇上给她买的那件外套，她还没过身，舍不得穿，居然又给她买了这么衣服。但看你念着娘俩，周瑶还是很开心。她抱起轻软厚实的棉被，准备往箱子里放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这比她嫁过来时谈的新棉花被子还好，东西都拾掇好。周瑶发现这人居然没给自己买东西，可她的衬衣也是补丁落补丁，鞋更是都破了个洞。李甜甜帮忙抱着闺女，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新衣裳，抓耳挠腮，就跟猫看到了鱼似的。那鸡心领毛衣是城里最时兴的款式，自己逛商场也想买，但父母根本不同意，花小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件毛衣，看着自己想买却没钱买的衣服出现在这里还不止一件。李甜甜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。周瑶她男人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还特别舍得给媳妇儿花钱，而且还会疼人。刚搬东西时压根儿舍不得他动手，生怕他累着，心疼的跟眼珠子似的。村里咋能把这样的好男人传成是嗜赌懒男？简直是胡说八道。你从外面大步流星的走了，进门就瞧见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那，笑眯眯的看着自家媳妇。
这是你朋友？李甜甜在察觉你视线后，眼帘微垂，不敢与你对视。虽然她自诩城里人，一向看不起这帮泥腿子，但打从这家男人坐着拖拉机风尘仆仆的回来，她虽一直就在旁边站着，可她眼里心里就只有小嫂子一个大活人处在这，她愣是从头到尾都没瞅自己一眼。周瑶正忙着手头上的活，听到你这么一问，这才反应过来家里头多了个人。那女知青一直闷声不响，自己又光顾着收拾你买回来的那些东西，就把她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周瑶赶紧带着歉意从李甜甜怀里接过孩子，冲着你说道：“这是村长领过来的下乡知青，说想暂时借住在咱家。你看咱要不把西屋拾到腾出来给他住。”话语里带着几分商量。虽然你说家里他当家，但他还是不敢自个做主，生怕落了不是。你一听说有外人要住家里，眉头不自觉的微微一蹙。你可不愿意有陌生人来搅和自己和媳妇的小日子。可当你瞅见媳妇期盼的眼神到嘴边，拒绝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，生怕他以为自己服了他的意。你没吭声，先把媳妇拉到里屋，脱下外面的褂子，然后从暗兜里掏出卖试壶剩下的钱递给他。接着你从周瑶怀里接过孩子，逗弄着，把自己打算新建房子的事跟他说了说。周瑶从你手里接过钱，看着手里那一张张崭新的大团结，心里头有些难以置信。买了那么多东西，竟然还剩下这么多钱，2株石斛，1颗何首乌，还有那什么鹿茸、鹿鞭，值这么多钱。当你说起想盖房子的念头时，周瑶赶紧把钱收好，在你那热切的目光下，小心翼翼地把钱藏了个严实，然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要是不盖房，就凭这2回挣的钱，足够他们3口人过上好几年的丰衣足食、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可要是真盖了房，这些钱怕是远远不够，还得欠下一屁股外债。娘家弟弟那边这2年也没少帮衬自己家，现在他们也有了孩子要养活，自己哪还好意思再开口借钱。周瑶正寻思着，你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，突然在他那白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媳妇儿，钱的事情你甭操心，有我呢。你在家就好好歇着，别累着了。脸颊上那突如其来的柔软温热触感，让周瑶的脸瞬间红了个透。她媚眼如丝地瞪了你一眼，小声提醒道：“干啥呢？外面还有人呢，也不害臊。”你脸皮厚的跟铜墙铁壁似的，你只是笑嘻嘻地看着周瑶。上辈子的你身价不菲，什么场合没去过？说着你又俯身下去，低头在周瑶那红润饱满的嘴唇上轻咬了一口。瞧着媳妇白嫩透着粉红的面颊，你的心都跟着融化了。都是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青涩？你不再逗他，转回正题说道：“明天大哥会订材料回来。万一他钱不够问你拿的时候，你可别忘了给他。”周瑶默默点了点头，心里头却有些膈应。她想起了隔壁邻居说的大哥和二嫂的事，再看到大哥，心里头就不得劲。你眼尖瞧出了媳妇脸色不对，凑近她贴在她脸颊上问：“咋了，媳妇儿？有啥事儿别憋在心里头。”周瑶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，啥也没说。你见媳妇不想说，也就没再追问。那边李甜甜站在堂屋里，隐约听到周瑶提醒说外面还有人的话，脸蛋红得跟猴屁股似的。她放轻脚步走到院子中间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鬼使神差的停下了去找村长换住处的脚步。这家男主人似乎并不像外头村民传的那般不堪。方才小嫂子整理物件时，他抱着孩子就站在那儿，他瞧得一清二楚。那些物件里大都是家里用的，还有孩子和小嫂子的衣裳，偏偏就没见着男人用的啥东西。在李甜甜站在院子发呆时，你怀里晃着的小闺女已经甜甜的睡着了，金雕玉琢的小脸上带着恬静。你轻轻转身，将熟睡的小公主轻柔的放在床上，小心翼翼的拉上被子。随后周瑶从屋内走了出来，冲李甜甜说道：“今晚得委屈你先将就一下了，西屋的东西堆得有点多，你大哥可能一下子收拾不完。”李甜甜听到周瑶的话，扭过头来，瞧见她脸颊红扑扑的，不禁联想到刚才隐约听到的夫妻俩屋里的对话，脸上有些发烫，赶紧避开了她的视线。不委屈，那麻烦你跟大哥了。李甜甜连忙说道。周瑶冲着李甜甜笑着摇了下头，说道：“你不嫌弃我们家穷就好。”说着，她弯下腰，想把女儿的小木床搬到自己的东屋去。你见状，赶紧冲上来帮忙。周瑶笑了笑，转身去了西屋，也想帮忙收拾。光着膀子干活的你，被媳妇一再要求，只好套上了个白色背心。那肌肉线条分明的臂膀露在外面，透着一股子力气。背心遮住了她宽阔的后背上那深浅不一的抓痕。你浑然不知媳妇为什么让穿背心，就这么扛起几个竹耙，打算搬到院子里。刚忙活没2下，就瞅见媳妇挽着袖子进来。你连忙开口阻拦：“媳妇儿，这不用你搭手，灰尘大着呢，你快出去院里待着去。”你说着，见周瑶不听劝，心里一急，放下手里的篱笆就把人往外推。你心里那个心疼啊，这灰尘这么大，咋能让他进来帮忙呢？要不是想着接下来建房子，家里得有一群大老爷们进进出出的，你才不会留下这个女知青住家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留下周瑶也有好处，自己上山打猎采石斛的时候，他能陪着媳妇说说话解解闷。李甜甜瞧见你把周瑶推了出来，忍不住捂着嘴笑着打趣道：“嫂子，大哥可真疼你啊。”听到周瑶的话，周瑶脸上泛起了红晕，有些羞涩的笑了一下，没应声。这人真是变了样，只要他在家，啥活都不让自己沾手，连晚上擦身子的热水，他都烧好端到屋内给自己。这些天确实有种被小心呵护的感觉，就是太好了，以至于过得都有些不真实，甚至有些提心吊胆的。周瑶生怕你新鲜禁果了，又变回从前那样，搞得每天都心揪着，过得患得患失。他的精神现在每天都处于高度紧绷状态下，贪婪的希望这种好日子能维持久一点，所以他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，生怕惹你不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看着他把白面馒头递给自己，他却大口的啃着粗粮馒头。明明嫌粗粮馒头不好吃的
是他，让自己做些白面馒头的也是他，可做好了他却一口不吃，全都留给自己。其实自己吃啥都行，只要他能安心过日子，别再出去瞎混就心满意足了。周瑶到现在也没闹明白，你咋就突然变这么好了？之前他也不是没喝醉后做了混事，酒醒后抱着跟自己道歉，跪在地上发毒誓的时候，每次发完酒疯后确实会收敛一些，可那也就好个2、3天，就又打回原形，继续出去鬼混。从来没见过他像这些天一样，又是做饭又是烧水，还会哄孩子，连衣服鞋子都给孩子买齐全了。周瑶心里头跟明镜似的，时刻提醒自己得保持着清醒，别一头栽进这甜蜜的漩涡里，万一以后梦醒了，现实跟现在不一样，那可咋整？可你不知道媳妇心里这些弯弯绕绕，眼瞅着天擦黑了，你终于把西屋拾掇出来了。那屋是土瓦房，一直堆着杂物没人住，墙上的报纸都烂得跟蜘蛛网似的，一碰就掉渣。虽然打扫过，可里面还是很大灰尘。你手脚麻利的用木板搭了个小床，算是完成了媳妇交代的任务。周瑶见你满头大汗的走出来，赶紧拿起毛巾递过去，快擦擦，饭马上就好了。你没伸手接修长挺拔的身体，微弯下腰，把一张放大、硬朗英俊的脸凑到自己媳妇面前，喷洒着鼻息的热气说道：“媳妇儿，你帮我擦吗？”听到你的话，周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拎着东西进屋的李甜甜。等她进去后，踮起脚抬手给你擦着额头上的汗，还不忘嘱咐你：家里有外人，你以后早上起来上厕所，别再光着膀子穿个大裤衩子了，免得让小姑娘看见害羞。你漆黑炯炯有神的眸子盯着近在咫尺的媳妇，看她擦得那么仔细，还叮嘱这些琐碎小事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虽然觉得在自己家还不能光膀子，有点别扭，但看着媳妇那一本正经的样，你扬起唇角，在周瑶红润的朱唇上蜻蜓点水亲了一下，爽快的答应了。都听你的。周瑶被你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小动作弄得脸红耳赤，自己跟他在家也就算了，现在家里还有个未婚的大姑娘，真是没羞没臊的。周瑶涨红着脸冲你说道：“别磨蹭了，快去洗手吃饭。”转身就去了厨房。你看着媳妇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咧嘴笑了起来，英俊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你走到井旁边，打了一桶冷水上来，哗啦哗啦的洗了把脸，出了一身环，身上黏糊糊的，难受的很。你环顾四周，院子里就你一个人，把小背心一脱，直接把桶里的冷水从头浇了下来，凉快极了。没想到李甜甜刚好从屋里出来，瞧见了这一幕，瞧着光着臂膀的男人背对着自己，露出健硕的身材，肌肉匀称，线条分明，上面还带着几道抓痕。李甜甜看得脸颊发烫，羞得转身又进了屋。就这土坯房不隔音，黑黢黢还到处都是灰，李甜甜是一天都住不下了。周瑶听着那哗啦哗啦的水声，端着菜就走了出来，一眼就瞧见你光着膀子，身上湿漉漉的，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顿时心里头就窜起了一股火。他把菜往院子里的石桌上一放，上前就拽着你的胳膊往屋里拉，一边拉还一边埋怨：这么冷的天，要是生病了可咋整？你任由媳妇拉着进了屋，听着他那埋怨的话，心里头却暖洋洋的，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担心自己。进了里屋，周瑶拿起一条孩子盖的小毯子，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的给你擦拭着脑袋上的水。他专注的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嘴里还不忘数落你。低头，快点！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笑得一脸不值钱的盯着他看。听到媳妇的话，你赶紧岔开长腿，乖乖的低下脑袋，让媳妇给擦。媳妇儿，明天换上新衣服呗，我想瞅瞅你。这话一出，周瑶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，也没吭声。他见头发擦得差不多了，就绕到他身后，一寸寸的给你擦拭着后背上的水渍。瞧着他后背上的痕迹，脸没有一烫，自己明明之前都不这样的。想到这些，周瑶的心跳变得乱糟糟的。他把小毯子扔到你怀里说：前面你自己擦，擦干净后换好裤子出来吃饭。周瑶撩开布帘出来，正撞见从西屋出来的周瑶，两人相视一笑，默契的都没说话。3间泥瓦房，巴掌大的地方，东屋说的话，西屋听得清清楚楚。李甜甜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浑身不自在。这要是晚上，自己岂不跟架在火上烤似的？你换了条裤子，上身套了件灰衬衫，大步走出来。你坐到媳妇旁边的石墩上，扫了眼石桌，早晨炒的鸡蛋几乎没动，8块肉1块没少。你皱起眉看着媳妇，你早上没吃饭？周瑶刚拿起筷子，抬头见你黑着脸皱着眉，心猛地一抽，手一抖，筷子吧嗒掉在地上，他瞬间被击垮了，这么快就露出原形了。他还以为这次他能坚持久一点，梦醒得真快。他放下另一根筷子，避开你的视线，深吸一口气，吃了半个馒头跟2块鸡蛋，声音平静，手却死死攥着破旧外衫，浑身发抖。筷子落地的声响让你猛地回神，察觉到不对，仔细一瞧，周瑶眼眶红透，湿漉漉的像被雨水打过的心。你心里一紧，顿时慌了，自己就是心疼他不舍得吃，哪想到口气太冲，把他吓着了。你伸手想抱他，却被躲开，你更慌了。1米8几的大个子蹲在媳妇面前，满脸惊慌。媳妇儿，我刚就是有点着急，真没想到凶你。语气一软，周瑶的委屈憋不住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他刚才真被吓坏了，以为你又变成那个脾气暴力、会动手打人的恶魔。你心疼的要命，拦腰抱起他，快步进了东屋。李甜甜刚坐到石凳上，一脸茫然，刚才到底咋回事？院子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。屋里你心疼的看着怀里的人，眼圈哭红了，精巧的鼻头泛着红，心里跟刀绞似的，低头在他眼皮上。你轻声细语道：媳妇儿，对不起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怕你舍不得吃，一着急才凶了你。我整天在外头忙，也没法时刻盯着你吃饭，一时心急，语气就重了。周瑶心里渐渐舒坦了些，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过分，最近被他宠着护着，变得娇气了，话都说开了，他更觉得不好意思。白皙的手指紧紧拽着他胸前的衬衣，眼帘微垂，咬着下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时你毫无征兆的来了句：媳妇儿，你这是咋了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周瑶这才注意到自己应该是溢奶了。还没等他回话，你想到最近熬的鲫鱼豆腐汤和鹿肉，又问：咱女儿最近够吃不够？周瑶白嫩的脸刷得红了，跟熟透的柿子似的。他从怀里挣脱出来，背对着你：你先给我出去。声音轻颤，这些天每天都喝鲫鱼汤，不知是不是真有用。这2天孩子都吃母乳，没再喝奶粉，可
可即便如此，奶水还是很多，白天胀得疼。昨天晚上还被这个没脸皮的吃了些，今天白天才没那么难受，可竟然还是溢奶了。他涨红着脸，低着头解扣子，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直勾勾的盯着他的动作，眼巴巴望眼欲穿的看着。周瑶刚褪去外衫，才发现这没脸没皮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，他顿时羞恼。你做什么？快出去！我要整理衣服。你压根没有要出去的意思，脑袋反而凑近了几分。媳妇儿，孩子睡了，你这样胀得难受，我来吧。周瑶坐在外面石凳上，单手托腮，天都黑了，星星月亮都跑出来了，那夫妻俩还没出来，他不敢贸然进去看，只能等着。过了许久，两人从屋里出来，周瑶瞧见小嫂子眼尾湿润，双颊绯红，嘴唇红得鲜艳欲滴，是被哄好了吧？周瑶见李甜甜盯着自己，想到刚才的事，脸烫得厉害，坐下来拿起筷子递给李甜甜，吃饭吧。又拿一双筷子递给身边的男人。你落座后，全程没分给李甜甜一个余光。你拿个细面馒头放到媳妇手里，自己拿个粗粮馒头大口啃起来，心里琢磨着抽空去趟水库，弄几条鲫鱼给媳妇补补。周瑶哪知道男人想什么，他担心李甜甜不自在，递了个细面馒头过去。吃吧，别客气，把这当自己家。李甜甜咬了一小口，心里犯嘀咕：这个家到底是穷还是富？说穷吧，吃细面馒头，菜是炒鸡蛋和肉，这条件城里也不逊色。早晨村长家吃的可是黑窝窝头配腌萝卜。说富吧，住的是3间土坯房，除了今天买的电视机，连件像样家具都没有。自己睡的那张床就是几块木板随便搭的，他铺床时都怕夜里翻身床塌了。哦对，白天听他跟拖拉机师傅说要盖房子，那这老房子岂不是要拆了？到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留下自己？看得出来，这个大哥眼里除了小嫂子容不下任何人。他明明不喜欢自己住这儿。正胡思乱想，屋里传来孩子哭声，下一秒你起身让周瑶接着吃，自己大步进了屋，打开灯抱出小床上醒来的女儿。周瑶放下筷子，伸手要接，你避开了。你先吃，我还不饿，等会儿再吃。周瑶自然知道他是想让自己先吃才说不饿，从外面回来又忙着清理杂物，怎么可能不饿？但他没戳穿，拿起筷子继续吃。李甜甜垂着眼眸，小口啃馒头，余光偷偷打量着夫妻俩的相处模式，不自觉跟家里对比。自己2个哥上工回来，几乎不诓孩子，孩子哭闹都是嫂子们先哄，一手抱孩子，一手艰难吃饭。可眼前这位大哥抱着孩子在院里来回走动哄着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周瑶快速吃完饭，从男人怀里接过孩子回了屋。他一离开，李甜甜偷偷抬眼看了看对面的年轻男人，只见他大口啃馒头加鸡蛋吃，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透着冷漠疏离。这跟小嫂子在时完全是2副面孔。李甜甜看得有些瘆得慌，坐立难安，磕磕绊绊地说：大哥，我吃饱了。他收拾碗筷端进厨房，利索洗完就回了西屋，没敢再出来。天完全黑了，你独自坐在院里，吃掉剩下的4个粗粮馒头，喝完面汤才算饱。随后你又烧了锅热水，端着水盆回屋。媳妇儿，你记得擦擦身子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把水盆放支架上，走了出去。周瑶关上门，脱了衣服，用热水洗澡。洗完刚穿好衣服，隐约听到房后有动静，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下一秒，外面传来男人声音：好妹妹，你是不是在洗澡啊？周瑶浑身汗毛直立，大声尖叫。屋外的你刚提上裤腰带，听到尖叫，迅速走出来，迎面接住扑进怀里的人，紧紧搂着垂眸问：怎么了？周瑶双臂紧搂他的腰，身子站立。房后刚才有人。你抬起漆黑的眸子朝院墙外看去，果然看到一个人头匆匆跑远，刹那间深邃的眸子染上渗人的愠怒。你收回视线，看着怀里只穿贴身衣物的人，拦腰抱起放到床上，从卧室出来，冲站在西屋门口的李甜甜交代：你帮我看着他，我出去一趟。你没再多说，迈着大长腿走出院子，修长挺拔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。村东头二赖子家里，隔壁邻居听着二赖子凄惨的哀叫，还有拳头打在身上的闷响，听得心肝打颤。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魂不吝，骨子里是个狠人，不清楚二赖子怎么招惹到你。听这动静，你是下了狠手，真怕人被活活打死。四哥，我错了，我是去看知青李田的，但我真的啥也没看见。听见二赖子求饶，你直接把他下巴卸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不是馋肉了，去吃肉吗？四哥，我错了。二赖子连爬起来跪下的力气都没了，真怕被你打死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你真想废了他。可想想周瑶和女儿，下手没那么狠了。周瑶躺在床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院里哗啦啦的水声，才知道你回来了。再洗冷水澡，过了10几分钟，听到开门关门声。黑暗中，你以为他睡着了，放轻脚步进屋，正想摸黑上床，床上传来声音：你回来了。周瑶伸手拉开灯，屋内亮了。你停下动作，见床上的人单手撑着脑袋，乌黑秀发散落在雪白肩颈。你眸光沉了沉，迈腿上床，抬手关掉灯。黑暗中，你揽住他没一丝赘肉的腰，拍着他的背：没事了，媳妇儿，睡吧。你没回来前，他不敢睡，怕你下手没轻重把人打死，又怕村里人说闲话，他吓坏了，像小猫一样缩在你怀里，脸颊贴着他结实炽热的胸膛，听着强而有力的心跳，慢慢止住呜咽。他不敢大声哭，怕吵醒女儿。看着这样的媳妇，你只觉得自己打轻了。本以为以自己的恶名，村里小混混不敢，没想到还有人敢动歪心。不过今天之后，那些动了心思的人该消停了。看着男人，脸上带着疲倦，想着他这段时间早出晚归，挖石斛售卖，把钱拿给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哄自己，他是真的改了。黑暗中，周瑶哭累了，迷迷糊糊睡着，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次日，周瑶在睡梦中被屋外的说话声吵醒。院子里，赵大嫂把烧好的水加了一大把白糖，给干活的人挨个倒水。这年头糖是稀罕物，平时谁家也不舍得买。曹凤杰喝了一碗糖水，凑到赵大嫂跟前，小声问：大嫂，昨天怎么好像听见你家弟媳妇在家嚷嚷？赵大嫂放下水壶，瞧着一脸八卦的曹凤杰：你家离小四家2里地呢，你都听见了？咋的？你晚上闲着没事干，蹲人家小两口窗户底下听墙角呢？
曹凤杰笑了笑，没应声想到昨天夜里，听说你把东头的二赖子打得半死不活，还断了一条腿。赶巧这城里媳妇不消停，估摸着应该是这个媳妇背着你偷人了。他压不住，想跟人说道。赵大嫂懒得搭理他，拎着水壶给其他人倒水，来到你身旁，给你使了个眼色，小声说：“你去看看周瑶，以往这个时候她早就醒了，可别给吓生病了。”正在搬砖的你停下手上的活，早上起来时他确实还在睡，眼下都10点了。你撩开帘子进了卧室，在你开门进来时，周瑶就醒了。你下意识将人揽入怀中，侧脸对怀里人说：“醒了就先把衣服换好，一会儿我把饭端进来给你吃。”嗓音带着几分暗哑，窗帘还拉着，外面吵得厉害。周瑶忍不住问：“院子里搞什么那么吵？”在翻修院墙，乱糟糟的。媳妇儿，你先别出来，外面还有事要忙。那你还不放开我？再抱一会儿。你笑着回，你不紧不松，反而搂紧了，冲他说：“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开。”把桌搬过来！别闹了，快放开，外面都是人。我哪里闹了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让你亲我一下，你都不愿意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语气带着几分委屈的凶悍。周瑶本想解释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凑上前在他脸颊轻轻点了下。好了，快放开我。被他亲了一下的你，漂亮的眸子闪过亮色，开心的捧着他的小脸亲了上去。媳妇儿，我真喜欢你。快放开，外面真有人，我在屋里待着也无聊，我想出去帮忙。你想也没想，一口回绝。无聊的话，一会儿让大嫂进来陪你说说话。周瑶知道出去帮忙无望，见你迈不开门出去，无聊的回了卧室逗女儿去了。因帮忙的人多，院墙当天下午4点多就砌好了。2米高的院墙上面铺满了玻璃碴子，一般人没有梯子辅助，想翻2米高的墙都困难，更何况墙上还铺着玻璃碴子。盖房子先盖院墙吧，这也是头一份。你家房后，曹凤杰哥哥笑了笑。昨晚我出来上厕所，瞧见二老子从周瑶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的，怕是俩人都那个了。不会吧？要是真的，周瑶也太急。张红霞惊呼，妯娌2人嘀嘀咕咕，挤眉弄眼。乔周瑶的眼神露出轻浮之色，这一幕被一直盯着他俩的你看见，话也是一字不漏收进耳底。这俩娘们真是欠削，自己舅舅，这俩儿媳妇居然是这种玩意儿，说什么来帮忙的，明明是来混糖水喝的。你可瞧见了，曹凤杰还带了个茶缸子，裤兜子也鼓鼓囊囊的，看来没少装给帮忙人吃的小零食。你琢磨怎么收拾？曹凤杰和张红霞必须一次性收拾到位，省得麻烦。吃过晚饭，你晃晃悠悠去了舅舅王大山家。王大山和2个儿子没分家，都住在一起。你过去时，王家正吃饭呢，见你来了，大家都挺意外。赵坤，吃饭了吗？镜子刘淑琴往嘴里扒了一口饭，见你朝自己这边走来，也没多想，一步步来到曹凤杰身边，你一把薅住了他头发。你这举动把现场人惊住了，伴随着曹凤杰惊呼，一个个才反应过来。王和腾的站起来，赵坤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冷冷一笑，我发什么疯？你问问你媳妇儿。曹凤杰怎么都没预料到，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你耳朵里，他这么快就来了，你数落起曹凤杰的不是。刘淑琴跟王大山听完脸都黑了，这娶回来的哪是儿媳妇啊，这是灾星。平日里就怕自家儿子跟着这个赵坤不学好，千叮咛万嘱咐少来往，这女人还敢上杆子编排人家。曹凤杰暗骂你不是玩意儿，但嘴上又不知怎么解释。张红霞站了起来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赵坤，你先松手，曹凤杰好歹是你表嫂。张红霞，你特么也不是啥好东西，给我坐下。你看这一丘之貉。张红霞有些尴尬，看看自己男人，王勇不声不响，明显不想趟这浑水。你抬手一巴掌打在曹凤杰脸上，我让你瞎说，我打不烂你的嘴。曹凤杰被打懵了，完全没想到他竟然敢。王家老小也没人阻拦，你抽了曹凤杰6个耳光才罢手，一把松开他。曹凤杰眼冒金星，站都站不稳了，踉踉跄跄扑在王和身上，被自己男人狠狠推开。王大山悠悠来了一句：“你就是找打。”活该！曹凤杰，你缺心眼儿怎么的？还是看不得赵坤2口子好？这种话你都敢瞎说，明显在挑拨离间。我没说那些话。被打都没人心疼他，除了死不承认。曹凤杰已无路可走。你没说那些话，你敢发誓吗？曹凤杰太嫩了，哪里是老奸巨猾的你的对手？你要是撒谎，就死全家，让你爸妈都不得好死，让你儿女都不得好死。2句把曹凤杰的嘴堵死了，他心虚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都看明白了。你目光看向所有人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，要是让我听见谁在村里传闲话，挑拨我们2口子关系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到时候打死打残，我概不负责。话音落下，你又狠狠给了曹凤杰2脚。王和看看，上前对着自己媳妇又是一番拳打脚踢。曹凤杰脸都肿了，被王和打得连连求饶，依旧没人敢上前拉架。你没走显然是没消气呢，谁拉架谁倒霉。好一会刘淑琴叹口气，差不多得了，打伤了还得花钱治病。王和扬起的手，一巴掌落在曹凤杰脸上，这一下打得他嘴角都流血了。我让你嘴贱，再犯贱，下次我就把你嘴缝上。你哼了哼，扔下这句话，你扬长而去。屋内除了曹凤杰哭泣声，再无第二种声音。你收拾过曹凤杰，身心愉悦，乐呵呵回家找媳妇去了。见他走了，王大山给刘淑琴递了个眼神，让他带着俩儿媳妇去厨房收拾。堂屋中央，闷声抽烟的王大山用烟袋锅子敲了敲桌子。王和王勇2兄弟低着头不敢吭声。王和王勇，你们俩管好你们的媳妇儿。
如果村里有小四家的闲话，我也保不了你们。小四你们惹不起，最近听说是学好了，但是我瞧着，别到时候后悔了。反正我胜了。吱嘎一声，陈旧的木门被推开，曹凤杰急忙闭上了眼睛，都没想好自己要怎么办。结婚几个月了，自己肚子还没动静，公公婆婆还有丈夫，刚才看着自己挨打都不出手，这都是什么人？王和进来也没说话，坐在炕沿边上沉思，心中很乱，很不平静。自己这个表弟很不简单，爹的意思是不要招惹他，可自己这个媳妇怪漂亮的，让他完全放手送回娘家，他也舍不得。四目相对，谁也没说话。过了一会，曹凤杰爬了起来，我错了。王和有些意外，就没想到他会有认错的一天。曹凤杰见他不说话，以后我安分守己跟你过日子，保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王和盯着他看了几眼，扭头走了。曹凤杰扭头看看他后背，抿嘴有些不知所措，要不自己主动点，今天这顿打绝对不能白挨了。翌日清晨，周瑶将醒发好的面分成5个小剂子，放进锅里捞至两面金黄，正打算掐小块尝尝味道，却被从背后环上来的拥抱吓了一跳。你个头很高，弯着身子才能将他整个抱在怀里，下颌顶在他颈窝上。周瑶瑟缩了一下，闻见熟悉的味道才放下心来。他迷迷糊糊转过头，发现他盯着自己手中的吃食，淡然一笑，将面饼喂进他嘴里。味道咋样？好吃。媳妇儿，其实不用起这么早为我做饭，你哄着孩子多睡会儿。你的笑真挚而自然，周瑶自然想为你做点什么。要去打猎，山里冷，早晨吃点热的好。前些日子看你早晨随便带点干粮就出门。我出门了。你吃过早饭，穿好大靴子，挑着箩筐朝山上走去。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顺利找到那株石斛，掏出工具忙活起来。临到中午，石斛全采完了，眼看时间还早，你没立即下山，在周围寻找枯木，碰碰运气，果然发现大火。你迈着大步走过去，那是蘑菇，不对，哪有那么红艳艳的干瘪蘑菇？那是4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灵芝。今天这趟山来的值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这深山遍地是宝。放下箩筐，折了些带叶子的草铺好，用锋利的刀刃将灵芝割下放进去，上面又铺了厚一层草，正准备离开眼角，余光捕捉到栗树旁一个不起眼的小洞，洞口周围散落着细碎泥土和脚印，那是獾留下的痕迹。这好像是个獾洞，獾肉鲜美，可以给媳妇补身子。獾油是珍贵药材，不过獾机敏狡猾，直接捕捉绝非易事。你决定用烟熏法试试运气，翻找空间找到1小捧干辣椒，小心翼翼地将干辣椒和干柴塞进洞口，火光跳跃，浓烟滚滚升起，带着刺鼻气味向獾洞内弥漫。你退到一旁耐心等待，獾感受到烟雾异味，会本能地寻找出口逃离，而你已在洞口布置好布网，只待獾自投罗网。你有赌的成分，獾善于挖掘洞穴，设计精巧，往往有多个出口。他记得动物世界说过，有的獾洞甚至超过130个出口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山林寂静，偶尔传来鸟鸣。你紧盯着洞口，手心微微出汗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动静，刚想放弃了，准备用湿树枝把火扑灭，洞口有动静了，一只毛茸茸的獾头探出来，眼睛在烟雾中闪烁着惊恐，紧接着整个身子钻出洞口，惊慌失措地冲向捕网。你眼疾手快，迅速拉动网绳，将獾稳稳困在网中。这只獾目测大概20斤左右，1/6的洞口概率能抓到这么一只。你已非常满意，从空间取水，确保火完全熄灭后，你才掉头下山。而这时，家里一些村民知道你买了电视机，好奇地纷纷上门，想看看城里人说的电视机长什么样。一天下来，你家热闹非凡，人流来一波走一波。期间，有些村民看到赵振兴，让人送来一堆建筑材料，询问得知你要建房子后，纷纷露出惊讶表情，说什么的都有，都觉得你这房子盖不起来，觉得你没那么多钱，更背后偷偷议论你不会过日子，花那么多钱买个铁盒子没啥用，浪费钱还浪费电。周瑶光应付来看电视的村民，就累得够呛，觉得今天家里比结婚时都热闹。刚准备坐下休息，就看到你挑着箩筐回来了，眼里顿时有了光，抱着孩子迎过去，说话间看到你竹篓里塞着草叶子。这几次下来，光看他竹篓里装的草，就猜到里面有东西，多少有些纳闷他运气怎么会这么好眼。石斛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他次次上山回来都能带回来。周瑶穿着崭新红毛衣，衬托的皮肤更加细致白嫩，一度让他看晃了眼。到他跟前后，你弯腰低头想朝他脸颊亲去，被他涨红着脸躲开。周瑶觉这人没个正形，大白天动不动就要亲自己。甜甜跟大嫂都在呢。你这才注意到屋内还有几个村民，疑惑地看向媳妇。周瑶看出你的疑问，开口解释：乡亲们都想看看电视机长啥样，好在大嫂过来了，帮着应付。你点点头，想接过他怀里的孩子，低头看到自己衣服有些脏，就把箩筐拎进厨房，冲着跟进来的媳妇弯腰在他耳侧小声嘱咐了几句。周瑶看了下箩筐，点头应知道了。虽然不知道他弄了多少东西回来，竟然明天一早还要去城里，但也没多过问。家里还有那么多外人呢，他居然都敢凑这么近，近在咫尺的。这家伙最近变化太大了，察觉到媳妇在偷打量自己，你笑得嘴咧到耳朵根，吧唧吧唧，在媳妇巴掌大的脸颊各亲一口。没有人说这话，手也不老实，在他腰上马撒着，咋能这么细？估计连1尺6都没有。媳妇儿，我不在家监督你，你也要好好吃饭，太瘦了。被你卡住腰，抱着孩子的周瑶嗔怪地瞪着你，刚想说他不分场合胡闹，就听到大嫂在外面喊：既然老四回来了，瑶瑶那我就回去了。老赵下地，快回来了。说着就往外走，周瑶赶紧叫住大嫂：嫂子，等一下。把闺女交给你，
自己出了厨房，进东屋拎着一袋冰糖出来，塞到大嫂手里。他生怕这期间你发话不让他送。冰糖是稀罕东西，他舍不得吃，但要不是大嫂帮衬，娘俩之前的日子还要更难。大嫂今天听说有很多村民来看热闹，连花也不放了。要不是大嫂来了，这么多人，自己哪能招呼过来？以前家里穷，总占大嫂便宜，现在宽裕了，也想报答下大嫂，哪怕是妯娌，也不能总占人家便宜。大嫂，这是赵坤买的，你拿回去给娃娃他们吃。不行不行，你留着给妞妞吃啊！嫂子你就拿着吧。大嫂看着手里那小半斤冰糖傻眼，赶紧把东西推过来。糖水是招待尊贵客人的，一般人家哪喝得起这个？谁家新媳妇回门要是能带这东西，那娘家人面上可太有光了。俩人抢夺了好几个来回，眼瞅着袋子都要破了，大嫂才不好意思的接过冰糖，转身回家。周瑶怕自己擅作主张你会怪罪，搓着衣角结结巴巴解释：赵坤，多亏了咱嫂子来帮忙，那会儿人太多了，把我忙得晕头转向，差点就忘了要吃饭。我把冰糖给嫂子了，你别生气，也千万别犯浑，再去要回。看着媳妇战战兢兢的小模样，你感觉有一只手攥着自己的心脏，心都要碎了。媳妇还是信不过自己，总怕哪句话说不对了，自己打在骂他，自己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不说话，周瑶更惶恐了，像做错了事一般，低着头嘟囔：赵坤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生气。你一手揽着闺女，另一只手把媳妇也揽进怀里。有些话你需要跟媳妇讲透，误会这东西千万不能隔夜，否则会越积越多。两口子过日子，最忌讳不好好说话，不沟通就全完了。你拍着媳妇的背，下巴蹭着她的头发，用非常温和的语气说：媳妇儿，咱家你说了算，钱你管着，想买啥买啥，你的决定我都支持，不是赌气，是真的。初听这话，周瑶还以为你在跟自己赌气，可你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不思作为，周瑶这才敢信。天知道他刚才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这人翻脸。看媳妇呼吸慢慢平稳，你才放下心来。看来以后每天晚上都要跟媳妇谈谈心，想带媳妇去城里散散心，但知道媳妇肯定不乐意，怕进城一扭脸，自己就把闺女给卖了。可你觉得这回带媳妇出去散散心比较好？媳妇儿，要不要跟我去山脚下溜溜？我打只鹌鹑给你打牙祭。周瑶有点想去，也不是嘴馋想吃鹌鹑，就是最近这人也不让自己下地挣工分了，让自己在家调理身体，带好娃就行。他生完娃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，那时候他不心疼自己，现在反倒心疼上了。也不知道他给了王栓柱啥好处，家里俩劳力都不下地，王栓柱也不来催。看媳妇明显动了心思，却还在犹豫，目光在院子里那些人身上游移不定，知道媳妇是担心他们出去了，家里的东西不安全。你哈哈一笑，没事，你等一下。说完抱着孩子出了厨房，也不知道他咋跟人家说的，堂屋的人全出来了，你连李甜甜也赶了出来。李甜甜其实挺想跟着这一家三口去山脚下看看，听说山上有老虎，他们这群知青都不敢靠近，可瞅着人家并不欢迎自己，只能在村里瞎转悠。路上你发现媳妇时不时瞅自己欲言又止，停下脚步，满脸期待地看着他。周瑶鼓足勇气说：赵坤，明天我能不能回娘家一趟？就这事儿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回。结婚这么久，身边的男人总算有了人样，知道挣钱贴补家用，照顾妻女了。周瑶想回趟娘家安安母亲的心，让她不用再发愁自己嫁得不好了。你以为媳妇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，有多大的事？要说结果就这，你单手抱着女儿，那只手牵着媳妇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回。